时候大概4岁，喜欢 S.H.E 的，然后因为有不小心下载他们的 MV， 不小心，对，什么叫做没有再找别的东西，是没错。来台湾之后就看到这些，就可能不会在我想去出现里面的，很多啊，很多啊，所以这个真的让你对台湾是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所以就造成了你那个故事，等一下我们会讨论哦。在那边，可是在你看马来西亚是一个你穿少少的是很自然的东西，可是在台湾比较不是。对。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呢，我们来到大安区的一个很漂亮的餐厅，叫做 Sugar Pea， 边吃边聊边听听看外国人在台湾的生活故事哦。卢卡斯是来自于巴西的一个漫画家，当时是因为喜欢看台湾的偶像剧，也喜欢听 S.H.E 的歌曲，才开始对台湾有兴趣。那甚至也是学会了中文，后来决定来台湾念书。那他对台湾的文化热爱，成为了他的创作的第一个作品，叫做《槟榔美少女》。好，那大家有准备好可以听听卢卡斯在台湾的有趣生活故事吗？我们来看看他从看了台湾的偶像剧，还有听台湾的歌词，然后来到台湾就成为了一个漫画家的精彩故事哦。好，我们来认识第5位来宾，卢卡斯，噔噔。Lucas, pode se apresentar? Claro, na minha língua natal. Sim, fez a oportunidade agora, vai. Meu nome é Lucas Paixão, sou do Brasil, da cidade de Salvador. Estou morando em Taiwan. Esse ano vai fazer 10 anos já. Já há 10 anos? Uau! Quase não tenho oportunidade de falar português. É verdade, não há muitos portugueses ou brasileiros que vivem em Taiwan. Muito então, agora tens uma amiga. Pode falar português. E no princípio, por que vem já a Taiwan? Porque desde pequeno eu assisto as novelas taiwanesas pela internet. Eu conheci Taiwan pela banda S.H.E. Naquela época eu tinha uns 10 anos mais ou menos. 10 anos? E gostei muito delas e comecei a assistir as coisas de Taiwan. E depois, quando comecei a trabalhar, juntei dinheiro e vim pra cá. Uau. E depois voltei pro Brasil e achei que eu tinha que voltar pra cá mais pra alguma coisa, então eu vim fazer um mestrado em artes aqui. E depois ficaste aqui? E depois fiquei aqui, já vai fazer 10 anos esse ano. Uau! Eva, o tempo passa mesmo rápido. OK， 好，那等一下呢，我们会更深入的了解他在台湾。我们来更深入的了解他在台湾的精彩故事，但是我们来先点餐那我们开始这个影片之前，记得去按赞、订阅、分享哦。好，走吧。好像这样吃阿波哈头真的还不错哎，真的哦，所以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吧？就还蛮搭的哦，因为我们拿到我们的食物我点了一个 quinoa 跟 shrimp 还有 vegetables， 对，就蛮健康的，因为这家餐厅的餐点是 focus on healthy food。可是我的不 healthy 哦，我点了一个炖牛肉，然后玉米的松冰，玉米松冰没有吃过，吃啊，蛮好吃。好，等一下试试看。好，那我们就来多深入了卢卡斯的生活精彩故事哦。好，那我们就可以一边吃，你不用担心。但是
我吃之前，我想要把辣椒拿出来。你一开始你说你喜欢看台湾的偶像剧，还有歌，就是听台湾的歌曲。那什么事情或什么歌啊，或是什么 drama 真的让你想要学习中文呢？那时候大概4几岁，喜欢 S.H.E 的，然后因为有不小心下载他们的 MV， 不小心？对，什么叫做没有在找别的东西啊，我在找日本的动漫，然后来他们的 MV 的时候，其实蛮喜欢的。是啊。所以 S.H.E 之外，我就开始去寻找台湾其他的偶像，然后我很喜欢的时候，2000年代的偶像，像是 S.H.E、王力宏、南拳妈妈，就是很喜欢听他们的歌，然后就透过他们的歌开始学中文。因为他们都是偶像嘛，所以也会拍偶像剧，所以我就开始看偶像剧，像是 S.H.E 的 Ella， 还有拍《花样少年少女》，还有《蔷薇之恋》，那些我都有看。我都不认识啊！天哪！对啊，然后就开始对台湾的流行文化很有兴趣。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其实我来到台湾也是因为台湾的偶像剧。真的假的？对，哪一部？就是你知道炎亚纶吗？就是因为我看炎亚纶的 drama， 他所有的 drama 我都看过一次。真的假的？对，然后我就开始对台湾有兴趣，因为其实一开始我不太知道台湾这个国家。对，后来就因为这件事情，就想说，我就来找台湾的朋友，然后就来找到我老公。对，就是缘分。都是因为炎亚纶的。对，而且啊，你知道这件事情，我来到台湾之后，我一直想要感谢炎亚纶，让我就是对台湾有兴趣。结果我真的有机会跟他说了。有，真的。当槟榔西施，不可能会在偶像剧出现嘛，所以。是没错。来台湾之后，就看到这些，就可能不会在偶像剧出现里面的，很多啊，很多啊，所以这个真的让你对台湾是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所以就造成了你那个故事，等一下我们会讨论哦，继续观看哦。讨论这件事情，你是怎么变成一个漫画家？就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说，对我就是想要走这一条路？其实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画漫画，大概8、9岁的时候就喜欢日漫，就是日本的那种。可是我很早就放弃，因为在巴西当漫画家就是比较不可能的事。然后我开始当平面设计师 designer， 然后我来台湾就是念研究所。那我在研究所的时候是念美术系的研究所，那时候就看到一个漫画比赛的海报，想说是不是可以试试看，是小时候的梦想。对，没想到，好酷就是投稿的时候就有得奖，然后有开始连载，所以我还没有研究所毕业的时候已经开始工作。没想到到现在还是真的变成我的职业，而且是小时候梦想过的一件事情。对，真的是超酷因为你真的从小就是很喜欢这个，然后你长大了真的也会真的做这个工作。对，就更理想不到，因为我是年轻的时候喜欢台湾，但是那时候也没有看过台湾漫画，也不知道台湾有漫画行业，所以可以在这里做这个我喜欢的工作，真的是梦想成真的感觉。那时候你在写那个漫画当中，你这个故事怎么出来的？就因为你的第一部作品是那个《槟榔美少女》，对，在2020发表的，对，2020发那个书，就那时候我要投稿那个比赛嘛，漫画比赛，所以我就很想要画一个我就是自己看到的台湾。那
的时候刚好我住淡水，然后那边有很多槟榔西施。哦，那我觉得槟榔西施这个行业，就花体型对我来说很特别，因为他们都是女生，然后穿少少的，然后在那边，可是在你看马戏是一个你穿少少的是很自然的东西，可是在台湾比较不是。对对，真的是所以我会很好奇，对，就是他们的这个工作，对。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融入了一些我平常生活看到的东西，放在漫画里面，就很自然的。那时候画就是真的是画我每一天看到的东西，因为我的女主角她是巴西的，所以也是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来看台湾这样子。你用你的外国人的 perspective， 然后组成这个作品，就是有点融合了你的来外的一个概念，还有台湾的文化。没错。对，我觉得不错，真的是会让那个 drama 不是 drama，comic 很有趣。online 看你的漫画的时候，我在下面看，就是你的一句话，然后讲什么什么什么 ，You are more Taiwanese than Taiwanese。哦。对不对？你也是有这个感觉吗？有。就是那你觉得你的现在的个性跟想法是比较像台湾人，就比较没有那么像巴西那边的？其实我觉得从小就已经不像巴西人了。哦，那因为不像巴西人，你的缘分就是要来台湾就对了。我觉得有真的。对，我觉得我也是。啊？我本来就是应该要住在亚洲，我就感觉得到我应该住在这里。好，那今天你给这个餐厅几分呢？我觉得超好吃的耶，我给10分。10分？这么多啊？我觉得蛮好吃的，很少吃到这种菜。那我觉得，我的话我给8分，因为事物的话是还不错，但是还没到哇哦。但是这个很好喝，虽然它看起来绿绿的、奇奇怪怪，但是其实很好喝。我喝的时候就蛮惊讶的，这个怎么那么甜？我觉得很好喝。这还不错。那今天呢，我们学到很多关于卢卡斯在台湾怎么成为了漫画者，还有多了解了为什么他的漫画里面是讨论那个平壤美少女，对不对？那我觉得你用你的外国人的概念，然后深入了台湾的这个文化的概念的主题，然后做成一个 story， 真的会让人很共鸣，就是让人觉得很 I can relate that to that， 所以我觉得蛮感动的，辛苦你了。希望你将来可以得到更多奖。哇，不厉害，不厉害。I can't wait to see your next work. Thank you so much. Thanks for inviting me. You're welcome. 那大家我会把他的 social media 还有作品放在下面，大家可以去支持一下哦。那不会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哦。我们就下次见哦。记得留言，你们想要下次谁来到我的频道呢？来留言哦。好，拜拜。